他一样，下面这个男人也喜欢锻炼拳头，他每天都用手走路，一天要走5000步，还都是走鹅卵石路面。路人看得一脸迷惑，这人的腿是有残疾吗？突然他就站了起来，可以看到手上都磨出了厚厚的老茧，还有未愈合的伤口，难道不疼吗？大叔轻蔑一笑，说我都做了5年了，一天不走浑身难受，不管是鹅卵石路面还是泥巴路面，大叔走的都很轻松，即使在公司工作累了就要休息一会儿。然而他的休息方式很特别，倒立睡觉，甚至还打起了呼噜，无论春夏秋冬都无法阻挡他用手走路，倒立上班，倒立洗澡。他为啥痴迷于这样的锻炼方式？原来啊，大叔之前得了严重的颈椎病，医生说必须要手术。然而那段时间自己生意失败，穷困潦倒，根本没钱看病，每天情绪低落，甚至得了抑郁症。绝望中，于是想通过运动来改善身体状况，让自己振作起来。慢慢的就喜欢上了倒立。但这对颈椎真的有帮助吗？一番检查过后，医生说颈椎看起来没太大问题，倒立运动对他恢复还是很有利的。随后又给双手做了 CT， 因为有老茧作为护垫，长期倒立对手上关节并没有什么损伤。如果喜欢这样运动的话，就可以坚持下去。不过要论手掌速度，还得看下面这位大妈。大妈一巴掌就能抓到25只苍蝇，一天徒手能抓1万只。据说没有一只苍蝇能活着逃出她的手掌心。家里的苍蝇见到她都吓尿了。只见她慢慢靠近，手掌微屈，突然发力，苍蝇就到手了。只要她出手，绝对不会落空，百发百中。正巧工作人员脸上飞来一只苍蝇，等到与苍蝇距离10厘米左右的时候，大妈迅速出击，活捉了苍蝇。工作人员看了也想试试，不过动作属实有点滑稽。大妈说徒手抓苍蝇其实很简单，首先要预判苍蝇的走位，苍蝇刚起飞的时候不太容易拐弯，手掌四指并拢，迎着它的头部慢慢靠过去，离苍蝇大概10公分时保持静止，等到它搓手的时候迅速扫过去，就可以把它活捉了。抓到苍蝇后用力摇晃，等到它迷迷糊糊了，猛地摔向地面，苍蝇就挂掉了。不一会儿地上就收集了一堆。大妈处理苍蝇的方式也很简单粗暴，直接丢进火里烧掉。家里时常会飘来一股鸡肉味，在大妈的努力下，家里苍蝇日渐稀少。有时候实在手痒了，大妈还会免费给邻居抓苍蝇，即使灭蝇器也没有大妈徒手抓的多。不得不说，大妈的技能真的很实用啊。好了，我是岳飞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村里这面墙经常流血，有时晚上还能听到砸墙的声音。节目组蹲守了好几天，砸墙的声音再次传来，循着声音就看到了一位大爷正对着墙做一些奇怪的事情。工作人员壮着胆子上前询问，他却什么都不说，直接用拳头砸墙，墙上都出现了血迹。难道村里墙上的血迹都是他的？只见他手上长了厚厚的老茧，伤痕累累。问他为什么这样做，大爷却直接走了。白天节目组又遇到了他，他正对着电线杆挥动着拳头，电线杆被打得梆梆叫。这次大爷主动开口，说自己在锻炼身体而已，每天都要对着墙壁打1万多次。打完电线杆呢，他又捡起了一块鹅卵石，做了一套奇怪的动作，接着咔嚓一声，石头就成了2半，身后的一堆碎石也都是他砸碎的。工作人员尝试了一下，差点敲骨折。大爷说自己练拳是非常有用的，家里面挂日历，需要砸钉子，没有锤子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只见他梆梆几下就把钉子砸进去了。想吃蒜泥也不用石臼，直接就是一顿梆梆梆，蒜泥就做好了。家人呢都很反对这种自残式的锻炼方式，但他却并不在意，还说因为练拳自己变得更健康，这样自己就有能力接送孙子上下学了。在这里，采蜜要提前带上一只公鸡，给鸡头淋上一点白酒，进行完一场奇怪的仪式才可以进行采蜜。这种蜂蜜1斤就要5000元，吃上几口就会醉得不省人事。然而摄像小哥根本不信，浅尝了几口，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生不如死。在尼泊尔的大山中，生活着一个专门采蜜的古龙部落，他们与世隔绝，当地的老人都很长寿。据说就是因为长期吃这种蜂蜜，又到了1年1度的采蜜季节，他们带上要用的绳索就出发了。经过半天的长途跋涉，来到大山深处的悬崖，悬崖上一块硕大的蜂巢吸引了他们的注意。他们到现在还延续着古老的采蜜传统，采蜜前要做个仪式，献祭一只公鸡，以表示对大山的敬畏之心，顺便祈祷平安。仪式完成后，现场制作梯子，把木棍插在用竹子编织的绳索中，再加以固定，就做成了天梯。接着在梯子上浇水，避免采蜜时被烧坏。一切准备妥当，他们来到悬崖顶部放置天梯，采蜜前又点燃了火堆，用烟雾驱赶蜜蜂。这里的蜜蜂体型很大，尽管有烟雾，蜜蜂仍然咄咄逼人。其中一个同伴穿着短裤，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爬上了天梯，一步步接近蜂巢。他持续用烟雾驱赶着蜜蜂，等蜜蜂跑得差不多了，开始了采蜜环节，用工具切掉蜂巢，蜂巢掉落到下方的竹篮中，等收集到满满一竹篮，团队成员就会把竹篮拉上去。他们的配合可以说是天衣无缝，看得出来今天是丰收的一天。现在他们开始过滤杂质，手动挤压蜂巢，经过竹篮的过滤就可以得到纯净蜂蜜。摄像小哥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品尝一下，村民说一次不能超过3勺，否则就会产生幻觉。小哥没在意，直接吃了一大块，吃完还忍不住舔手指，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。村民听到这话微微一笑，完成了采集。他们收起天梯启程回家，临走前还会故意留下几块蜂巢给山里的动物，以此来感谢大山的馈赠。在回去的路上，小哥开始出现幻觉，醉倒在路边，接着还吐了起来。
他终于体会到了蜂蜜的威力。随后他突然开始抽搐，紧接着就不省人事了。村民却并不担心，他们已经见怪不怪了。休息片刻后，小哥终于恢复了意识，但还是不能走路，村民也只好背着他。蜂蜜之所以有这种效果，是因为山中有大量的杜鹃花，花粉中含有一种毒素，蜜蜂用这种花粉酿造的蜂蜜也自然含有了这种毒素，所以吃完就会产生幻觉。当地人一般会在蜂蜜中加入特殊的草药来分解毒素，沉淀一段时间后才能正常食用。这种5圈1斤的致幻蜂蜜，你敢尝试一下吗？一家人都是女的，家里却常被5把刮胡刀，因为她们脸上都长满了胡子，从鼻子一直延续到脖子，摸起来又粗又硬，腿上的毛更严重，就像穿了秋裤一样。奇怪的是，母亲脸上却干干净净的。母亲说他们出生时脸上就有毛发，大家都觉得很奇怪，直到看见挂在墙上的父亲，一切恍然大悟。去世的父亲毛发更严重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们脸上的胡子也越来越旺盛，也尝试过刮掉，但越刮长得越浓密，满脸毛发给他们造成了严重的心理伤害。同学都嘲笑他们是猴子，他们变得抑郁焦虑，姐姐甚至放弃了上学，选择在家里帮忙种地。毛发摧毁了她的梦想，为了让2个还小的妹妹摆脱毛发的束缚，她带妹妹来到医院。医生表示这就算是遗传，这种情况也是非常罕见的，在学术界还没有和他们一样的案例。虽然他们接受了激光脱毛，但头发很快又长回来了。医生把毛发样品寄到了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中心，现在只能等待分析结果。虽然不确定有没有治疗方法，但只要有希望，等待的过程也是开心的。最后姐姐也想开了，如果无法改变现状，那就接受它，接纳不完美的自己，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。她每天吃饭要先倒上3碗汽水，温度还必须是常温的，这就是她每天的主食。这一点点米饭只是配菜而已，一勺汽水就这一口米饭，吃得津津有味。吃完饭接着又炫了一瓶1.5升的汽水，不到5秒钟瓶子就见了底。大叔说每天都要喝3瓶1.5升汽水，已经连续喝了33年，就连吃药都是用汽水送服。问他为啥不喝水，他却说喝水会死。这回答把小哥都逗笑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怕大家不信，他直接去厨房倒了一杯水，喝下一大口，紧接着他开始疯狂呕吐，额头也渗出了汗，神情变得恍惚起来，看起来好像是真的。大叔说从4岁开始就不能喝水了，他认为都是因为4岁时做的那场手术，手术的副作用导致他对汽水上瘾，就这样喝了33年汽水，随之而来的就是不断上升的体重。不仅如此，他的牙齿也被腐蚀坏了，检查发现他的骨密度水平已经相当于70多岁的老人了，有些关节都粘在了一起，情况非常严重。至于他为啥不能喝水，心理医生认为可能是当时手术后服用的药物引起的恶心反应，这种恶心反应被他错误地认为是水导致的，加上心理作用，他就认为自己不能喝水，只要改变错误的观念就好了。几天后，节目组回访，发现他把家里的汽水都丢了，现在每天都吃蔬菜，用新鲜果汁代替了汽水。你看33年的习惯都可以改变，所以说改变自己从来不会晚。这是一种用脚丫子踩出来的酒，好不好喝全凭脚法。这个印度家庭作坊仍然使用古法酿酒工艺，生产过程还需要蚂蚁的帮助。这种酒就是腰果酒，每到腰果成熟的季节，他们每天都会去捡掉落的腰果，收集完成后需要一个个的取出种子，这种生腰果可以卖给工厂进行烘烤加工，就成了我们平常吃到的干果，剩下的果肉就用来制作腰果酒。第一步榨汁，这是个体力活，需要家庭中的男性完成。大叔穿上裹满泥浆的靴子，站在里面就是一顿猛踩，看似杂乱无章，其实是他的独特脚法。他的脚步又快又密，保证每一颗腰果都能充分享受到足底按摩。雨靴上的泥巴很快就被果汁洗得干干净净，就这样一搅一搅，果汁混合着泥水以及汗水流进容器里。为了尽可能的榨干果汁，他们还会把果肉堆积在一起，用绳子绑起来，在上面压几块石头，就这样静置一夜，挤出最后一滴。收集到的果汁要用纱布过滤一遍，去掉大块的果肉杂质，然后将果汁静置发酵2-3天，直到发黄冒泡。接着就到了最重要的一步，蒸馏。把发酵好的果汁倒入锅中，上面再套一个桶，随后用泥巴封口。这并不是普通的泥巴，而是来自附近的蚂蚁窝，这些泥土粘度大，有很好的密封性。接下来就是加热蒸馏，这一罐要持续加热8个小时，蒸汽通过管道进入装满水的水箱，冷却后的蒸汽就成了酒。不过现在的酒精含量还比较低，他们会将其重新倒入锅中，然后再蒸馏7个小时。就这样经过多次蒸馏，就得到了腰果酒。腰果酒的酒精含量大约在40%左右。他们还会通过观察酒花来判断腰果酒的品质，如果气泡很大并且可以快速散开，就说明这次的酿制非常成功。这种酒在印度十分受欢迎，他们认为只有这种用脚踩出来的酒才最好喝，那叫一个滴滴滴滴滴滴滴地道。